咱们常说享清福，可活了大半辈子，谁真正享过一天清福？吃饭的时候心里想着没干完的家务，走路的时候脑子里盘算着儿女的琐事，就连晚上洗脚的功夫，心思都飘到了明天的菜架上，心从来没在当下，念头从来没停过，对不对？你总觉得这些操心，这些烦恼都是你在想，都是你在做主。可是你静下心来仔细琢磨琢磨，你愿意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烦心事吗？你愿意自己气得心口疼，气得血压往上飙，气得整宿睡不着觉吗？你肯定不愿意啊！谁不盼着自己晚年心里清清静静舒舒坦坦的？既然你不愿意，那为什么这些念头还会像野草一样一阵接着一阵的往你脑子里钻？你越想压还越压不住呢。我告诉你们，这里头有一个天大的秘密，可以说是把咱们都蒙骗了大半辈子。你此刻脑子里冒出来的每一个念头，你发的每一次无名火，可能都不是你在想。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荒谬，甚至有点冒冷汗？但这绝不是什么吓唬人的怪谈，这是实实在在的生命真相，是老祖宗早就看透了的底牌。世人总觉得修行在深山古寺，觉悟是金光闪闪的境界。可你翻开《金刚经》看开篇讲释迦牟尼佛的一天，再平常不过，到了饭点，佛陀穿上破旧的袈裟，端起那个用来讨饭的钵，走到大城市里头，不分贵贱，挨家挨户去要饭。要到了饭，他就溜达回自己的住处，吃完饭把袈裟和饭碗收好，自己洗了洗脚，整理好座位，盘腿坐下来，就这么简单。你看，全宇宙最高级的觉悟者，他每天的生活跟咱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区别？无非也就是穿衣吃饭走路洗脚睡觉，这就叫道在日用中真正的觉悟，从来不在云端，就在一饭一蔬一言一行里。吃饭就好好吃饭，洗脚就安心洗脚，活在当下，不被杂念裹挟，这就是最深的修行。可同样是穿衣吃饭，为什么佛陀活得清清静静安安稳稳，咱们却活得一身疲惫满心焦虑？差别就在这颗心。咱们这大半辈子啊，其实都像是一个被挂在半空中的提线木偶。你以为你在为这个家操劳，你以为你在为儿女做着深谋远虑的打算，实际上你只是在被你前世今生攒下来的业力牵着鼻子走。什么是业力？用现在大家都能听懂的大白话讲，就是你心里头那个深不见底的大仓库里藏着的你过去的各种旧习惯，你对儿女必须要争口气的期盼，你对亲戚邻居认同的需要，你对生老病死的深深恐惧，全是你过去几十年甚至生生世世积攒下来的业力种子。这些种子平时看不见摸不着，但只要外头有点风吹草动，比如儿女今天顶了你一句嘴，亲戚在饭桌上给你摆了个脸色，它马上就在你脑子里生根发芽，瞬间变成一堆乱七八糟的火气和委屈。在那一刻，你根本控制不住你自己，你顺着这些冒出来的念头去发火，去抱怨，去流眼泪。其实呢，那是仓库里的旧程序在自动播放，你只是在一旁看着大脑给你演了一场戏，却傻乎乎的把自己带入进去，跟着大喜大悲。所以啊，你们要晓得，你引以为傲的那个我，那个整天在发愁的我，那个觉得委屈的我，其实是个假象。我们都是被业力这根线牵着手脚的木偶，
日复一日地活在情绪的牢笼里，浑然不觉，还在替这个假程序受着真真实实的苦。如果你现在听到这里，心里觉得一阵发紧，或者觉得有点不安，那就对了。因为只要你看清了自己是怎么被这些念头操控的，你才有可能真正给自己松绑，真正得大自在。那么咱们老辈人辛辛苦苦这一生，到底是被什么东西给死死卡住了，才会活得这么累，连气机都堵在胸口呢？佛法讲得很清楚，把我们死死卡住的，其实就是咱们自己这颗心。在《金刚经》里头，佛陀把这种卡住的毛病总结成了4个东西，叫做4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4相就是扒在我们老辈人身上吸血的4条虫，把你大半辈子的精气神都给深深吸干了。你想想看，什么叫我相？我相就是你极度看重的那个老脸皮，是你给自己贴的一身标签。你平时在家里是不是常常这么想？我是长辈，我是个要强的人，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你们这帮小辈必须听我的，这就是我相。你每天要花多少心血，多少精力去维持这个面子，一旦儿女不听话，或者老伴顶了你一句，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暴跳如雷，是委屈的直掉眼泪。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我被伤害了，我的尊严扫地了，你太把这个虚幻的我当回事了，背着这么重的一个大乌龟壳，天天这么端着，你怎么可能活得不累？有了我相，紧跟着就来了人相。什么是人相？就是对立，就是比较，就是咱们老辈人最爱干的事儿，看别人的眼色过日子。你逢年过节回老家，或者去公园里遛弯，心里头总忍不住要去比。哎呦，老李家的儿子今年又升官了，老张家的闺女又给老两口换大房子了。你再看看自家那个不成器的，心里那股无名火蹭的一下就冒出来了。你为什么会感到焦虑？为什么会觉得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这就是掉进了人相的陷阱里，一辈子都在为别人的眼光活，拿别人的日子来折磨自己。再往下就是众生相，这个相比前面还要大，它指的是社会上大家伙的一般看法，是那种无形的世俗规矩。比如咱们总觉得人到了60、70岁就必须得儿孙满堂，养儿就是为了防老，如果不抱上大孙子，我这辈子就是个绝户，就是个失败者。诸位啊，你想想看，谁规定的这些必须这样？其实这都是大众生搬硬套的标准，大家都在这么干，你就觉得自己也必须这么干。你被这种无形的规矩裹挟着，一旦儿女决定不结婚，或者不想要孩子，你就觉得天塌下来了，觉得祖宗的脸都被丢尽了，在街坊邻居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这就是被众生相给死死压垮了。最后一个也是最难破的，叫寿者相。这个词听着玄乎，其实说白了就是对永远不变的痴心妄想。人都怕老，怕生病，怕死。你看着镜子里越来越多的白头发，看着体检报告上忽上忽下的指标，心里怕得要命。你执着于年轻时候硬朗的身体，你希望一家人永远整整齐齐，这叫什么？这就叫妄想。你们要晓得，当你的心被这4相死死抓着不放的时候，在佛门里这就叫做住。住是什么意思？就是停滞了，卡死了。你这颗心啊，本来应该像天上流动的云，山里潺潺的活水一样，自自然然，活泼泼的。可是你一旦住在了面子上，
一旦住在了跟亲戚的攀比上，就等于是拿了一把生锈的铁锁，把自己的心门给死死锁住了，就像一条原本好端端的河道，你非往里头填石头倒烂泥，最后水流不动了，成了一汪发臭的死水，你整个人的精气神就被极度消耗，你身体里的气机就全堵死了。有人可能不服气，说南师啊，这都是咱们小老百姓的俗气，那些大富大贵的人，做大官的人肯定就不在乎这些面子了。我跟你讲，全不是那么回事。哪怕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心里还有这四项，只要心里还在乎那个虚幻的面子，照样得受大苦。我们翻开历史看一看，唐太宗李世民那是一代明君吧，老祖宗的史书里记载得很清楚，这位皇帝不仅会打仗，治国有一套，私底下还特别喜欢养鸟。有一回他得到了一只极其名贵的沙鹰，心里头欢喜得不得了，正把鸟架在手臂上逗着玩呢，突然远远地看见宰相魏征走了过来。魏征那个人大家都知道，是个出了名的倔脾气，专门喜欢给皇帝挑刺提意见。唐太宗一看他来了，心里咯噔一下，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害怕魏征骂他玩物丧志，害怕自己这个千古明君的面子挂不住，于是他慌忙把那只名贵的黄莺往自己宽大的袖子里怀里一塞，死死地捂住，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样子，一本正经地端坐在那里。其实魏征大老远早就看见了，他心里明镜似的，但他偏不说破。魏征走到皇帝跟前，开始汇报国家大事，一件接一件地说，故意把时间拖得老长。唐太宗坐在那里，表面上装着在听国家大事，实际上心里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头上直冒虚汗。他感觉到怀里的鸟在扑腾，在挣扎，但他就是不敢动弹一下，硬生生地端着那个皇帝的架子。等魏征终于慢条斯理地汇报完，转身走了。唐太宗赶紧从怀里把鸟掏出来一看，那只可怜的极其珍贵的黄莺已经被活活憋死了。诸位啊，你想想看，这只鸟到底是被谁憋死的？是被魏征憋死的吗？根本不是，它是被唐太宗心里的那个我相和人相给活活憋死的。因为皇帝太在乎自己那个英明神武的标签了，太在乎宰相怎么看他了。为了保全这个虚假的面子，他宁可把心爱的活物深深捂死在怀里。你听到这个故事，可能觉得皇帝有点可笑，但我告诉你们，不要笑，你仔细反省一下自己，咱们老辈人在生活里干的这种憋死自己、憋死一家人气机的事情还少吗？过年过节，一大家子亲戚聚在一起吃饭，某个势利眼的亲戚夹枪带棒地嘲笑了你几句，说你家孩子没出息，赚得少，你心里明明已经气得发抖了，但是为了顾及那个长辈的面子，为了维持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假象，你把火气深深往下压，强颜欢笑地在那儿陪着喝酒。你这一压不要紧，你的心就住在那个屈辱的念头上了。那口恶气就像唐太宗怀里的那只鸟一样，被你死死地捂在胸口里，捂在肝胆里。时间久了，这口恶气憋不散，它就变成了你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阴影，变成了你血管里飙升的血压。你为了一个别人眼里的虚假面子，把自己的身体气机给彻底憋坏了，把你一家子原本顺畅的风水给堵死了。这笔账你算得过来吗？这就叫反噬。你越是在乎什么，
你就越会被什么东西死死地掐住脖子。你越在乎儿女孝不孝顺，儿女稍微有点不顺你的心，你就如遭雷击。你越在乎晚年的身体，天天到处乱吃保健品，结果反而吃出一身毛病，因为你的心被外头的东西绑架了。可是话又说回来，既然咱们在乎的这些亲戚的眼光、儿女的态度，甚至这个千疮百孔的家，都是让我们痛苦的根源，那么这外在的一切，它真的是实实在在不可改变的吗？你眼睛里看到的那些家长里短、恩怨情仇，难道就真的是事实吗？我告诉你们，根本不是。你眼睛里看到的那些个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全都是你带着自己业力的有色眼镜看出来的假象。佛法讲得很清楚，在《金刚经》里有一句极其重要的话，叫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句话不是让你去当个瞎子聋子，对家里不管不问。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肉眼看到的儿女不孝顺，老伴脾气臭，亲戚看不起你，甚至你觉得这个家处处让你糟心，这些其实都不是事物本来的真实面貌，而是你自己心里头的业力投射到外头变现出来的一场幻影。这个道理很简单，老祖宗常常讲相由心生，万法唯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心里头装的是什么种子，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样子。就像一面沾满了泥巴和灰尘的铜镜，你拿它去照外头的东西，照出来的全都是灰扑扑、脏兮兮的。你怪外头的东西难看，其实是你自己的镜子脏了。你心里头如果全是对儿女的挑剔，对亲戚的攀比，对从前付出的委屈，那你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儿女怎么做，你看到的都是不如意，都是一肚子气。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同一句话，儿女说，妈，您别操心了，去歇着吧。如果你心里头敞亮，你会觉得这是孩子们心疼你。可是如果你心里头正憋着委屈，正觉得自己老了没用了，你一听这话，马上火冒三丈，觉得孩子们这是嫌弃你多管闲事，嫌你碍眼了。你看，同样的一句话，因为你心里头藏着的念头不一样，外头的境遇马上就变了。这难道不是你自己的心在变戏法吗？我给你们讲个实实在在的事儿，你们听听看，是不是就像在说咱们身边的人，甚至就像在说你自己。有这么一位老太太，咱们就叫她王老太吧。这老太太大半辈子，那可真是个贤妻良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门心思全扑在丈夫和儿子身上。可是呢，这位王老太活得极累。为什么？因为她太在乎别人怎么看她了，控制欲极强。这就是典型的被四相给死死卡住了。儿子结了婚，他非要搬过去一起住，美其名曰是照顾小两口，实际上呢，儿媳妇买件衣服，他要在旁边嘟囔半天说浪费钱。儿子周末想睡个懒觉，他非要把人叫起来去相亲走动，去见哪个混得好的亲戚。他最怕的就是过年回老家，生怕别人说他家儿子没出息，没当上大领导。亲戚在饭桌上稍微炫耀一下自家孩子，王老太这心里的无名火就烧起来了。回到家，他就把这股邪火全撒在儿子和儿媳妇身上，连哭带骂，我这辈子为了这个家吃了多少苦，你们怎么就这么不争气？你们是不是想气死我，好让我在亲戚面前永远抬不起头？你们要晓得，这种话最伤人，也最伤自己。王老太天天这么抱怨，
天天拿外人的眼光来折磨自己的骨肉，结果怎么样呢？家里天天像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儿子开始躲着他，经常加班到半夜才回家，儿媳妇跟他连话都不说，脸色冷冰冰的。老伴在旁边干脆当个闷葫芦。王老太心里那个委屈啊，觉得全天下都对不起他，觉得儿女都是白眼狼，他把这股巨大的怨气死死地捂在心里，吃饭也吃不下，睡觉也睡不着，一天到晚就是唉声叹气，觉得自己活得像个笑话。我告诉你们，中医里头讲百病皆生于气，你心里头的气机如果天天打结，身体怎么可能不出毛病？果不其然，没过2年，王老太就觉得右上腹针扎一样疼，去医院一查，肝脏上长了个大包块，大夫看了直摇头，说这就是长期生闷气，怒气伤肝，硬生生把身体给憋坏了。王老太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眼泪直流啊！她问天问地，我做错什么了？我一辈子行善，一辈子为了儿女，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惩罚我？当时有个学佛的老大姐去医院看她，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老大姐跟她说，老妹妹啊，老天爷没惩罚你，是你自己惩罚你自己。你觉得自己是为了这个家，其实你是为了你自己那个放不下的虚荣心，为了你脑子里的那些攀比和控制，你天天拿眼睛盯着儿女的短处，拿心去迎合亲戚的闲话，你心里的战场一天不熄火，你家里的风水就一天好不了，你的病也就一天好不了啊！这话真像是一盆冰水，把王老太给浇醒了。他在鬼门关前转了一遭，突然想明白了，是啊，我都快死的人了，亲戚觉得我儿子有出息没出息，关我什么事？儿媳妇爱睡懒觉，爱乱花钱，那也是他们小两口的日子，我瞎操哪门子心？从那天起，王老太彻底撒手了，她不再问儿子赚多少钱，不再管儿媳妇买什么菜，亲戚来探病说闲话，他也是笑眯眯地听着，左耳进右耳出，心里再也不起波澜了。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当他真的把心里的那个结解开，不再住在那些家长的短的念头里之后，他身上的气机反而慢慢顺畅了，不仅病情奇迹般的控制住了，而且家里的风水也彻底变了。儿子看母亲不再像防贼一样防着他，而仅病情反而主动坐在床边跟他聊心里话了。儿媳妇看婆婆不再挑刺，也心甘情愿地变着法子给她煲汤熬药。一家人因为王老太的放下，反而其乐融融，比以前不知道亲近了多少倍。你们看看这个外在的家变了吗？人还是那些人，房子还是那个房子，亲戚还是那些亲戚。为什么以前是个冷冰冰的战场，现在却变成了温暖的安乐窝？这就是万法唯识的道理。你看到的外面的世界，全是你自己内心投射出来的影子。你心里头紧绷绷的，看谁都是冤家，你心里头松开了，宽容了，外面的世界自然就对你喜笑颜开。咱们老辈人晚年最大的修行，不是去庙里磕多少头，烧多少高香，而是要把戴了半辈子的那副有色眼镜给摘下来，别再去死死盯着外头的幻象较劲了。可是话讲到这里，很多老朋友又要犯愁了，大家肯定会说，南师啊，您讲的这些大道理我们听得懂，我们也不想操心，也不想发火啊，可是每次一遇到事儿，那个脾气就跟不受控制一样，腾地一下就上来了，想压都压不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告诉你们，要弄明白这个不受控制的无明火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咱们就得往自己的脑子里头，往这颗心的最深处去挖一挖。佛法里有一门极其精密的学问，叫做唯识学，它把咱们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世界，这颗胡思乱想的心，清清楚楚地分成了8个层次，叫做八识。大家别一听八识就觉得高深莫测，我给你们打个比方，这就好比咱们老辈子人守着的一座大宅院，里头分了8个干活的伙计，咱们只要把这8个伙计弄明白了，你这一辈子的烦恼和病根子就算是彻底找到源头了。你们要晓得，排在最前面的5个伙计叫做前5识，也就是咱们的眼耳鼻舌身，这5个伙计是最老实的，他们就像是大宅院门口的5个摄像头和收音机，只负责往里头传信号。比如你的耳朵，它只负责把外界的声音收进来，声音就是声音，它不知道好听还是难听。你的眼睛只负责看，看到一块红布就是红布，他不会觉得这块布高档还是低档。这前5个伙计从来不捣乱，从来不惹你生气。那为什么你会生气呢？因为这外头的信号一传进来，马上就交给了第6个伙计，这个伙计叫做第6识，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意识。这个第6识啊，那可真是个一天到晚闲不住的解说员。他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胡思乱想，爱给所有的东西贴标签。他不仅管着现在的这摊子事，还爱翻旧账瞎操心。比如你听到儿女叹了一口气，前5识只是听到了一个声音，但是这个第6识马上就开始瞎琢磨了。哎呦，他这一叹气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嫌弃我今天菜烧咸了？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老婆子在家里吃白饭碍眼了？你看外头明明什么都没发生，这个第6识硬是在你脑子里脑补出了一整部连续剧，把你气得半死。可是这个第6识虽然爱瞎琢磨，但他还得听命于后面那位更厉害的主子，也就是第7个伙计，第7识。这个第7识是个什么角色呢？他是大宅院里那个死要面子、极其自私的大管家。在佛门里，他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我执。他一辈子什么正事都不干，就只干一件事，死死地抓着那个我不放。无论外头碰到什么事，他第一反应就是这事儿对我有利还是有害，我有没有吃亏，我的面子往哪儿搁。你想想看，你在亲戚面前非要争个高低，你不允许晚辈顶撞你半句，你在家里非得当那个说一不二的大家长，全都是因为这个第7识在作祟。他就像一条护食的恶狗，只要有人稍微碰一下，他圈起来的那点面子和利益，他立刻就叫唤起来，逼着前面的第6识去发火，去吵架，去流眼泪。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哎呀，这个第7识和第6识太坏了，把他们赶走不就行了？我告诉你们，赶不走，而且他们也只是听命办事的。咱们这大宅院里头，真正的大老板，真正的幕后黑手，其实是排在最后面的那一个，第8识。这个第8识，老祖宗叫他阿赖耶识，用咱们现在的大白话讲，它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因果大仓库，或者说是一块种满了各种种子的大地。你们要晓得，你这辈子甚至生生世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起过的每一个念头，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不管是高兴的还是委屈的，都不会凭空消失，它们全都会变成一颗颗微小的种子，被死死地存放在这个第8识的大仓库里。你年轻时候受过的穷，
被婆婆欺负受过的气，你对儿女必须要出人头地的执念，全都在这个大仓库里存着呢。平时风平浪静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都老了，我早就看开了，我什么都放下了。其实你根本没放下，那些气愤、嫉妒、贪婪的坏种子全都在第80的黑屋子里头。睡大觉呢，一旦遇到合适的因缘，也就是外头刮点风下点雨，碰到了那个节骨眼，这些种子马上就会破土发芽。咱们来把这个发火的整个过程串起来看一遍，你就全明白了。比如说过年一大家子人吃饭，某个亲戚随口说了一句，哎呀，你家儿子现在1个月才赚这么点钱，这句话的声音刚一传进你的耳朵，也就是前50，瞬间你第80的大仓库里那一颗名叫自卑和死要面子的旧种子，就像被雷劈了一样，突然就炸开发芽了。紧接着那个死要面子的第70我执立刻冲出来，一把抓住这颗发芽的种子，大喊一声，他看不起我，他伤了我的面子。然后那个爱胡思乱想的第60意识马上接到了指令，开始在你脑子里疯狂的编故事，翻旧账。10年前他就看不起我，现在还来恶心我，我今天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这3个家伙在你的脑子里连1秒钟都不到，就把火气给拱到了头顶。这时候你的脸也红了，手也抖了，心跳也加快了。伤人的话不经大脑直接就喷出去了。事后你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直后悔，哎呀，我怎么这么大脾气，我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呢？你当然控制不住，因为那个真正在发号施令的是你第80里头藏着的那颗陈年旧种子。当这颗种子发芽冲破土壤的时候，那股由前世今生的业力汇聚而成的力量，简直可以说是排山倒海。你那一刻哪里是在思考啊？你完全就是个被因果仓库操纵的木偶，在跟着旧程序机械的做出反应而已。所以诸位啊，咱们老辈人总觉得自己活得明白，其实大半辈子都是在这8个伙计的合谋下，活在一场场虚幻的梦里。你以为你在跟儿女讲道理，其实是你心里的控制欲种子在发芽。你以为你在为这个家鞠躬尽瘁，其实是你心里那个寻求认同感、死要面子的种子在作祟。只要你第80的仓库里装满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毒种子，你外头的日子就不可能有一天安宁。可是话讲到这里，很多老朋友心里肯定更害怕了。大家会想，南师啊，照您这么说，我们这颗心简直就是个马蜂窝，全被这些种子和业力给控制了。咱们全都是提线木偶，既然一切都是幻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发芽的种子，那我还折腾个什么劲儿啊？我是不是连儿女也不用管了，孙子也不用带了，家里的事也不用操心了，干脆2手一摊，混吃等死算了？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听到这里，心里生出了这种干脆啥都不管了的念头，那可就大错特错了。那是掉进了一个极其可怕的万丈深渊里头去了。那么这个万丈深渊到底是什么？这个万丈深渊在佛门里头，老祖宗给它起了个专门的名字，叫做顽空。什么是顽空？就是像石头块死木头一样的空。你一听我说这世上的恩怨面子都是幻象，这心里的气氛都是第80的旧程序，你立马就走极端了，觉得既然啥都是假的，那我干脆什么都不干了，我也不给儿女做饭了，孙子爱咋地咋地，我就天天躺在床上等死，
反正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我告诉你们，如果有这种想法，那是大错特错，这比你天天发脾气还要糟糕，还要可怕。你这不是觉悟，你这是逃避，是悲观，是你对生活彻彻底底的投降。佛法讲得很清楚，看穿了世间的虚幻，绝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毫无感情、死气沉沉的木头人。你要是真的什么都不干了，那你的心就彻底死水一滩，连活人的那点生机全给掐断了。那么既然不能什么都不干了，又不能像以前那样死死的执着，天天生闷气，咱们到底该怎么活？咱们老辈人后半辈子这盘棋到底该怎么下？金刚经里头给咱们留下了一句最绝妙最高级的心法，只有8个字，叫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们要晓得，当年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原本只是个在山里砍柴连字都不认识的穷苦小伙子，就是因为在街上偶尔听到了这8个字，瞬间就大彻大悟了。这8个字可以说是一把能斩断一切烦恼的尚方宝剑。咱们把它掰碎了揉开来讲，这个道理很简单。什么是应无所住？就是咱们前面讲的，你的心千万别卡住，你做事情别死死盯着那个结果，别去执着儿女有没有报答你，别去在乎亲戚有没有夸奖你，别把心拴在那些得失、面子和对未来的恐惧上。那什么是生其心呢？生就是生发行动，全心全意的去付出。你要把你对生活的热爱，你的聪明才智，你对儿女的慈悲，痛痛快快的发挥出来，拼尽全力去干好眼前该干的事。把这8个字连在一起，用咱们老百姓的大白话来讲，就是你要拼尽全力，毫无保留的去过好眼前的日子，去照顾你的家人，但是在你的心底里绝不贪图一丝一毫的回报，绝不强求事情非得顺着你的心意发展。这就叫做老祖宗常讲的尽人事听天命。尽人事就是生其心，听天命就是应无所住。你们可能觉得这太难了，谁能做到干了活还不求回报的？我给你们讲讲咱们中华文化里，近代有一位真正的大修行人，虚云老和尚，你们听听他是怎么干的，就能明白什么叫真正的顶级玩家。虚云老和尚活了120岁，他这一辈子那可真是受尽了千辛万苦，到了晚年本该是享清福的时候了，可他干什么呢？他跑去那些早就被战火毁掉、破败不堪的名山大寺，发誓要把它们重新修起来。你想想看，建一座大寺庙多难呐！要到处去化缘筹钱，要在深山老林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还得搬石头、运木头，天天跟着泥瓦匠一起干脏活累活。老和尚不仅干，而且干得比谁都拼命，全心全意地扑在建庙这件事情上。这就叫生其心，没有一点偷懒，没有一点消极避世，可是奇就奇在后面。等到老和尚花了几年10几年，终于把一座千疮百孔的破庙修成了金碧辉煌、香火鼎盛的大道场，四面八方的信徒都赶来朝拜，人人都对他感恩戴德，要把他供起来当老方丈的时候，你们猜老和尚怎么着？他连一天的福都不想，只要这庙一建好，一切走上正轨，老和尚立刻就把方丈的位置交接给别人，他自己呢，连个好点的僧袍都不拿，手里提着一个破旧的小包袱，里头装几件换洗的衣服，拄着拐杖，悄悄地就从寺庙的后门走了。
又只身一人跑去下一座破庙，重新开始吃苦受累去了。诸位啊，你想想看，这是一种什么境界？这庙是我千辛万苦建起来的，这钱是我一口一口化缘化来的，现在庙盖好了，名利双收了，换作一般人肯定死死地霸着这个位置，觉得这是我的心血，这是我的功劳，这就是住了。一旦住了，后面就有得真，有得气了。可是虚云老和尚呢，他修庙是因为天下苍生需要一个礼佛的地方，他尽心尽力去建，这是他老人家的慈悲心。升旗心庙建好了，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这庙以后谁来当家，香火旺不旺，别人记不记得他虚云的名字，他根本不在乎，心里头干干净净，一丝一毫都不贪恋，无所住，这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尽心尽力的把事情做到极致，但我绝不把事情的结果当成我个人的私有财产，绝不拿它来装点我的面子。你们要晓得，咱们老辈人在家里过日子，带孙子帮儿女，本质上跟虚云老和尚建庙是一模一样的啊！你每天大清早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排骨，回到家在厨房里忙活一上午，炖出一锅香喷喷的汤，给下班的儿女、放学的孙子喝。你在做汤，打扫卫生的这个时候全心全意，不带一点怨气，这就叫生其心。这是你作为长辈对晚辈的爱，是你在这个家里的本分。可是汤端上桌之后，你的任务就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如果儿女喝了说一句妈真好喝，你听了高兴笑一笑。如果儿女今天工作不顺心，回来冷着个脸喝了一口说今天怎么这么咸啊，甚至一口没喝就进屋锁上门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做到心里头不起一点波澜，觉得反正我这锅汤是尽心尽力炖好了，你不喝是你没口福，那是你自己的情绪，跟我没关系，你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自己该吃吃该喝喝，这就叫无所住。可是咱们平时是怎么干的？汤一端上桌，你的心就住在儿女的反应上了，你的眼睛死死盯着他们，指望着他们对你感恩戴德。一旦他们没给你好脸色，你第80里头的那个委屈的种子立马就炸了。我辛辛苦苦累了一天，你们连句好话都没有，我简直就是个免费的老妈子。你这一生气，不仅这锅汤白炖了，你还给自己造了一肚子的业，把家里的气机搅得乌烟瘴气。你想想看，如果你能像老和尚建庙那样去带孙子，去帮儿女，你出钱出力，尽心尽责，但你绝不在心里邀功，绝不指望儿女将来非得把你供起来。儿女有孝心你受走，儿女要是粗心大意，你也绝对不往心里去。只要你能有这般心胸，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能伤得了你？还有什么亲戚的闲话能气得着你？你依然在过着柴米油盐的日子，依然在这个家里忙里忙外，但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已经是一个绝对自由的顶级玩家了。你的能量场完全打开了，你不害怕失去，你也不贪图回报，你做任何事都是出于慈悲和欢喜。但是道理说得通透，真要落到实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很多老朋友肯定会说，南师啊，您讲得太好了，可我就是个凡夫俗子啊，我这第80的仓库里早就攒了几十年的怨气、嫉妒和坏脾气，每次一遇到事儿，我还没来得及无所住呢，那个火气就已经冲到脑门子上了。我到底该怎么去截断它？我到底该用什么具体的招数
把第80里头的这些毒种子给它连根拔起，把咱们家的风水彻底盘活呢？我告诉你们，方法是有的，而且老祖宗早就把这2招救命的法子清清楚楚地交到咱们手里了。只要你肯照着做，哪怕你已经70、80岁了，照样能把你这第80大仓库里的烂账给清干净，把你家的风水给彻底盘活。第1招叫做停顿的觉察。你想想看，你平时发脾气是怎么发的？是不是儿女一句话顶过来，或者老伴做错了一件事，你连想都不想，一股邪火趁地就从脚底板冲到天灵盖，然后嘴巴就像机关枪一样，伤人的话直接就扫射出去了，这中间连一眨眼的功夫都没有，这就叫被业力牵着走，这就叫成了烂程序的提线木偶。你们要晓得，业力虽然可怕，但在它发作的时候，老天爷其实给咱们留了一扇极其微小的逃生门，就在你心里头那个无名火刚刚冒头，话还没吐出嘴巴的那一刹那，那0点几秒的功夫，就是你能做主的时候。怎么做主？硬生生的停住。下次不管老伴说了一句多难听的话，也不管儿媳妇或者亲戚给了你一个什么脸色，你千万别急着还嘴，你把舌头死死顶住上颚，深吸一口气，就在心里头冷眼看着这股火气往上窜，你在心里对自己说，哎呦，你看我这个第80的坏种子又发芽了，我这个死要面子的第70又跑出来捣乱了，这股火气是假的，是个幻象，我不跟着他跑。只要你能在这一瞬间停下来，不顺着脾气去吵架，不顺着脾气去摔碗，你就等于是一刀斩断了这条恶因果的链条。你心里头的那个火气，它就像是天上飘过的一块乌云，只要你不去搭理它，它吹一阵风也就散了。你越是搭理它，越是跟它较劲，它就越下大暴雨。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把它当成一出戏，你是坐在台下看戏的观众，千万别把自己当成戏台上的疯子。只要你不认同它，这颗坏种子发完这一次芽，它的能量就耗尽了，以后它就再也折腾不起大风浪了。但是光是停住，光是看戏还不够，你这第80的大仓库里头杂草太多了，拔掉一根，还有千千万万根，只要遇到一点烦心事，它们照样还会往外冒。所以咱们还得学第2招，这叫种善因，转识成智。什么叫种善因？既然咱们以前往仓库里存的都是些抱怨、嫉妒、贪婪的坏种子，那从今天开始，咱们就主动往里头种好种子，种金元宝。怎么种？首先第一件最要紧的事儿，就是管好咱们这张嘴，修好咱们的口德。咱们老辈人啊，有个极其不好的习惯，就是爱碎碎念，爱说上气话，刀子嘴豆腐心。你以为你心里是为了儿女好，可是你这嘴里吐出来的全都是毒药啊！儿女出门上班，你本意是让他路上小心，结果一开口就是你走路长点眼睛，别老跟个瞎子似的撞了车。孙子考试没考好，你心里着急，嘴上却骂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这辈子算是完了。或者动不动就在家里长叹气，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欠了你们这帮讨债鬼的。佛法讲得很清楚，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你讲出去的每一句怨言，每一句恶毒的话，最先听见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的耳朵。这些恶言恶语会化成一颗颗极其阴暗的毒种子，全掉进了你自己的大仓库里。
同时也把你们这个家的风水给熏得乌烟瘴气。所以想转运，先改嘴。从今往后，不管遇到什么糟心事，闭上嘴，别抱怨，要说话，就说欢喜的话，说鼓励的话。儿女下班累了，你递上一杯水，说一句今天辛苦了，慢慢来，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儿女做错了事，你宽容地笑一笑，没事，吃一堑长一智，老天爷这是在教咱本事呢。你看，你只要把嘴边的刀子换成了暖炉，你往自己心里，往这个家里种下的，那就是慈悲的种子，柔和的种子。时间一长，这些金光闪闪的好种子越积越多，你家里的磁场就变了，和气生财，贵人也愿意进门了，财神爷也留得住了。再深一层，除了改嘴，还得学会转念。什么叫转念？咱们活在世上，哪有天天顺心如意的？你出门摔了一跤，或者被小偷摸了钱包，或者查出了一场小病，你平时是不是天天在家里哭天抹泪，埋怨老天爷不开眼，觉得全天下自己最倒霉？我告诉你们，这就叫被外境困死了。如果你学会了转念，你在这个骨节眼上就要想，哎呀，太好了，破财免灾啊，我这是把过去欠人家的债给还清了，生这场病是在替我挡大灾啊，我这旧仓库里的烂账又消掉了一笔，我现在的身子更清爽了。或者别人骗了你的钱，你不骂他，你心里说他也不容易，这笔钱就当是我布施给他了，结个善缘。只要你这个念头一转，原本是一件让你痛苦倒霉的坏事，瞬间就变成了帮你消业障，积福报的好事。外界的烂泥巴反倒成了滋养你心里那朵莲花的肥料。这就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最高级的智慧，把你那些个胡思乱想的分别心，斤斤计较的我执，全部转化成看破放下的清净大智慧。你们要晓得，咱们大半辈子都活在焦虑和恐惧里，总觉得这个家不顺，那个事不顺，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自己心底里的种子没种对。你今天种下一个善解人意不计较的因，明天结出来的就是一家人和和美美，身体无病无痛的果。你把这个道理弄通了，你就会发现改命根本不需要去外面找大师看风水，你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风水师。哪怕你身上只有100块钱，哪怕你住的是一间小破屋，只要你心存善念，口吐莲花，你的心量也大得能装下整个宇宙，你就是这个世上最有福气的人。讲了这么多，咱们这条命到底怎么转，心到底怎么修，我算是跟诸位交了底了。但是跟有些老朋友可能还有最后一道心坎迈不过去，那就是关于咱们这把老骨头，关于生老病死这道终极的门槛。面对必定要到来的老去和离别，面对这大半辈子拼死拼活攒下的一切，咱们这颗心到底该怎么安放，才能真正做到无牵无挂，了脱生死呢？佛法讲得很清楚，在《金刚经》的最后，佛陀给咱们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真语，短短20个字，就把这个宇宙的终极规律，把咱们这把老骨头的最终归宿讲得透透彻彻。这20个字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大家不要觉得这段话听起来很悲观，觉得哎呀，一切都是泡影，那活得还有什么盼头？我跟你讲，这绝不是悲观，这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最高级的大解脱、大自由。什么叫有为法？这个道理很简单，世间上凡是靠因缘凑在一起的东西，
都叫有为法。你的房子、你的存款、你的名声，甚至包括你现在这具血肉之躯，都叫有为法，全都是有为法。只要是有为法，它就绝对逃不开一个铁打的规律，成住坏空聚在一起了，总有一天要散，生出来了，总有一天要死。你想想看，佛陀连用了6个比喻，梦幻泡影入电，就说做梦吧，你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被老虎追，或者梦见自己一辈子的积蓄全被大水冲走了，你在梦里头那是真急啊，急得满头大汗，心脏狂跳，痛苦得不得了。可是当清晨的阳光一照，你猛地睁开眼睛醒过来了，这时候你再摸摸心口，老虎在哪儿呢？大水在哪儿呢？全都不存在了。咱们现在经历的这跌宕起伏的大半辈子，在觉悟了的人眼里，不过也就是一场正在进行的大梦。那些让你气得肝疼的恩怨，那些让你夜不能寐的得失，就像清晨草叶上的露水，太阳一出来就干了，就像夏天夜里的一道闪电，亮了一下，瞬间就没了。你为什么会因为衰老，因为失去而痛苦万分？就是因为你把这场梦当成了永恒，你妄图把闪电永远定格在天上，你妄图把露水永远留在草叶上，你用自己心里那个违背宇宙规律的妄想，去硬碰硬的撞击这个无常的现实，你怎么可能不被撞得粉身碎骨呢？你们要晓得，当你看透了如梦幻泡影这个底牌，你得到的根本不是绝望，而是真正的无所畏惧。既然所有的恩怨情仇，所有的面子地位最后都带不走，那你为什么还要在活着的时候为了亲戚的一句闲话而彻夜难眠？为什么还要因为儿女没有活成你想要的样子，就天天发脾气伤身体？看穿了是一场梦，不是让你连觉都不睡了，而是让你在这个梦里头活得更洒脱更自如。你可以踏踏实实的爱你的老伴，尽心尽力的帮衬你的儿女，痛痛快快的享受这晚年的每一天。但你的心底里始终清醒的知道，这些都是缘分，缘聚了咱们好好珍惜，缘散了咱们也绝不强求，坦然挥手。等你真有了这份心胸，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生老病死能真正恐吓住你呢？好了，今天跟你讲了这么多，掏心掏肺的把这因果契机心念的学问全盘托出了。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记性可能不太好，我最后再啰嗦一遍，这几件事打死别再做了，别再去死死抓着那张老脸皮不放，别再去跟亲戚邻居攀比，谁家孩子有出息，别再拿世俗的那些规矩去死死绑架儿女，更别天天坐在家里愁眉苦脸地，害怕生病。你只要把这4项给破了，你心里的那把生锈的铁锁就打开了，契机就顺了。这几个救命的招数一定要牢牢记住，天天去练。脾气上来的一瞬间，先把舌头顶住上颚，停上那么0点几秒，冷眼看着那个火气，千万别跟着他跑，嘴巴里一定要把那些丧气话、伤人的话给戒掉，多说鼓励的话、欢喜的话，遇到倒霉事赶紧转念当成是破财免灾，消解业障。只要你这么干，你就是在往你那个因果大仓库里头源源不断的纯金元宝种大善因。你们要晓得，最好的风水根本不在深山老林里，不在哪个风水先生的罗盘里，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咱们自己这颗心。最大的改命不是去求神拜佛，
而是改你的心念，改你的嘴巴，改你的一言一行。咱们中华文化里，老祖宗历来讲究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果你觉得今天听到的这些大白话真真切切的像一阵清风一样，吹散了你心头的那点焦虑，让你觉得心里头亮堂了，踏实了，我希望你不要把它只藏在自己心里，请动动你的手指头，把这个内容转发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转发给那些同样在为儿女操心、为疾病焦虑的老伙计们。你每一次转发都不是在凑热闹，你这是在传灯啊！你这一句小小的提醒，可能就恰好在某个解不开疙瘩的夜里，帮对方灭了一把无名火，让他少造了一场业，少走了一条弯路，甚至挽救了一个家庭的和气。这就是你实实在在积下的福德，功德无量啊！同时也请大家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们都能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善言，你可以打上放下执念的大自在，也可以打上心宽福自来。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小看敲出来的这几个字，文字是有力量的，人的念头是有巨大能量的。当成千上万个看破放下的善念，当千千万万句祈福的好话汇聚在这个评论区里，它就会形成一个极其庞大、极其清净的正向磁场。你在这个磁场里种下了一句善言，这股强大的好风水、好气运，最终都会实实在在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子孙后代身上，护佑着你们一家人岁岁平安，福寿绵长，